如果我告訴你，在距離地球60億公里之外的冥王星上，假如存在一座和東京差不多規模的城市，那麼人類今天或許已經有能力發現它，你會相信嗎？更準確地說，如果那裡真的亮着成千上萬盞路燈，閃爍着廣告牌和建築燈光，人類甚至不需要收到任何外星信號，也不需要發現什麼外星飛船，僅依靠望遠鏡就有可能察覺到它的存在。這聽起來像是一部科幻電影的設定，但事實上，它卻來自哈佛大學天體物理学家阿維·洛布的一項真實研究。而這個研究背後隱藏的問題，比尋找外星文明本身更加耐人尋味。如果一個技術文明一直存在於太陽系深處，我們有沒有可能早就看見了它，只是從未意識到而已？故事開始於2010年，那一年，哈佛大學天文學家阿維·洛布前往阿布扎比參加一次國際會議。會議期間，導遊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介紹這座迅速崛起的沙漠城市時，提到了一句听起來有些誇張的話：迪拜夜晚的燈光，甚至從月球上都能看見。大多數人聽完只是笑笑，但洛布沒有。身為天體物理學家，他立刻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如果地球城市的燈光真的如此明亮，那麼在太陽系更遠的地方呢？如果把東京搬到冥王星上，人類還能看見嗎？一不做二不休，於是他和身邊的同事埃德·特納立刻開始計算。他們查閱東京夜間照明的總功率，估算城市整體發光量，再将結果與哈勃太空望遠鏡的探測能力進行比較。最終得出的結論非常驚人：如果冥王星上存在一個與東京亮度相當的大型城市，那麼通過足夠長時間曝光，哈勃太空望遠鏡理論上能夠探測到它發出的光。這個結果意味着一件事，至少從技術層面來說，人類已經不再完全被距離限制。問題已經不只是那裡有沒有文明，而是如果那裡真的有文明，我們是否知道該如何發現它？看到這裡，很多人可能已經開始興奮了。等等，這是不是意味着我們已經有能力發現外星文明？先別急着激動，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因為發現一個亮點，並不等於發現一座城市。假設有一天，天文學家在太陽系邊緣發現一個微弱光點，它會是什麼？可能是一塊冰，可能是一顆小行星，可能是一顆彗星，也可能只是某個普通的海王星外天體。這些天體虽然自己不会發光，卻會反射太陽光。從望遠鏡裡看過去，它們同樣會呈現出明亮的樣子。於是問題來了，如何區分一個會發光的城市和一塊反光的石頭？這正是洛布研究中最巧妙的地方。他提出了一種極其簡單卻又極其優雅的方法。想象一下，夜晚你站在路邊，看着遠處的一盞路燈，隨着距離增加，它會越來越暗，但暗下去的速度是有規律的。如果距離增加2倍，亮度會變成原來的1/4，這是主動發光物體的特徵。而反射太陽光的天体則完全不同，因為它首先要接收来自太陽的光，然後再把光反射回来。換句話说，它的亮度会經歷2次距離衰減，結果就是距離增加2倍時，它的亮度會下降到原來的1/16。看起來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學規律，但對於天文學家來說，它幾乎相當於一枚指紋。因為只要長期追蹤一個目標的亮度變化，就有可能判斷它到底是在反射太陽光，還是在主動發光。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並不依賴外星文明主動聯繫我們，它尋找的不是信息，而是痕跡。就像深夜裡遠處的一盞燈，即便沒有人回應，你依然知道那裡可能有人存在。後來，這套方法被命名為洛布特納測試，而它真正驚人的地方在於，它幾乎不需要發現外星飛船，也不需要接收到外星信號，僅通過亮度變化，就有機會發現人工文明留下的蹤跡。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加有意思，洛布開始思考另一個問題：我們真的檢查過嗎？畢竟，在海王星軌道之外，存在着數以10萬計的冰凍天體，其中很多距離遙遠，觀測數據有限。如果某個目標擁有異常光源，人類會不會其實已經拍到過它，只是從來沒有認真分析？於是，洛布詢問了著名天文學家麥克·布朗。這位科學家因為發現系神星而聞名，也是冥王星被降級事件的重要推動者之一。然而得到的回答卻十分直接：為什麼要檢查？它們當然只是反射太陽光，
這句回答讓洛布陷入思考，因為科學史上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一无所知的時候，而是所有人都確信自己已經知道答案的時候。很多重大發現之所以遲遲沒有出現，並不是因為技術做不到，而是因為人們從未認真尋找。事實上，這樣的例子在天文學歷史上並不少見。1952年，天文學家奧托·斯特魯維曾提出一個大膽猜想，他認為在其他恆星附近可能存在像木星一樣巨大的行星，而且這些行星可能距離恆星非常近。放在今天，這聽起來並不稀奇，但在當時，絕大多數天文學家都認為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結果43年後，也就是1995年，人類發現了第一顆熱木星，一顆緊貼恆星運行的巨型氣態行星。整個天文學界為之震動，而最早提出這個想法的人卻幾乎被歷史遺忘。洛布認為，許多重大科學發現之所以姍姍來遲，並不是因為人類缺乏技術，而是因為人類常常低估了宇宙的想象力。最近幾年，他和团隊開始系統分析海王星外天體的歷史觀測數據，希望利用洛布特納測試尋找異常目標。結果發現，大部分天體都符合反射太陽光的規律，少數目標確實出現異常，但進一步分析後發現，這些異常更有可能來自儀器誤差、數據校準問題或者觀測條件差異。換句話說，截至今天，人類並沒有發現太陽系中的外星城市，也沒有發現外星飛船。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人類第一次認真嘗試驗證這件事兒。而真正的大戲或許才剛剛開始，因為在智利安第斯山脈附近，一台被寄予厚望的超級望遠鏡已經投入運行。它就是魯賓天文台。未來10年，這台望遠鏡將以前所未有的頻率反覆掃描整個天空，記錄數十億個天體的變化軌跡，並產生海量觀測數據。對於洛布而言，這意味着人類第一次擁有了系統搜索人工光源的能力。過去，我們只是偶然看到一些遙遠目標，而未來，天空中的每一個異常亮點，每一次不符合規律的變化，都有可能被自動記錄下來。如果太陽系邊緣真的存在持續發光的人工設施，那麼它想長期隱藏自己將變得越來越困難。但真正讓人浮想聯翩的，或許還不是太陽系。後來，洛布又提出了一個更加大膽的設想：如果未來望遠鏡足夠先進，人類甚至有可能觀測距離地球 4.2 光年的比鄰星 B， 並嘗試尋找它夜晚一側發出的人工燈光。這意味着未來尋找外星文明的方式可能不再是等待一段無線電信號跨越浩瀚星空來到地球，而是直接尋找另一顆行星上的夜景，尋找街道，尋找工業區，尋找能源設施，甚至尋找一整個文明在黑暗中的燈火。當然，以目前的技術水平來說，這依然停留在理論階段。但不要忘記，僅僅幾十年前，人類甚至還無法確認系外行星是否真實存在。而今天，我們已經發現了數千顆，很多曾經看似瘋狂的想法，最終都變成了現實。或許直到今天，冥王星依然只是一個寒冷而荒涼的冰雪世界，那裡沒有城市，沒有路燈，也沒有文明。但阿維·洛布提出的問題，真正改變的並不是我們對冥王星的認識，而是我們看待宇宙的方式。長期以來，人類尋找外星文明，總想着接收一段神秘信號，或者發現某種驚人的飛船殘骸。但也許答案並沒有那麼複雜，也許在宇宙的某個角落，一個文明只是像我們一樣，點亮了夜晚的燈光，而那些燈光正在穿越漫長的黑暗，等待被看見。這裡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